今天地球上大约每200个男人里就有一个共享着同一条来自800年前的 Y 染色体。这个人不是神话里的祖先，不是宗教里的先知，而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草原征服者。他一生征战四方，所到之处城池被毁，人口锐减。可偏偏他的基因传遍了大半个亚洲。他就是铁木真，成吉思汗。杀人最多的人，为什么反而留下了最多的后代？一个13世纪的草原领袖，凭什么让今天全球1600万男性都带着他的遗传印记？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会用遗传学和历史交叉拆解。第一，蒙古帝国到底大到什么程度？第二，那场征服到底带来了多大的破坏与人口灾难？第三，为什么蒙古人、中亚人、中国人对他的评价完全不一样？最后，我们回到基因，看看权力是如何变成一场持续800年的遗传优势。一切的起点来自2003年一篇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的研究。学者们采集了亚洲各地超过2000名男性的 Y 染色体样本，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，有一条特定的 Y 染色体谱系出现频率高的离谱，从中国东北一路延伸到中亚、伊朗，横跨几千公里。按照遗传模型推算，它的共同祖先大约生活在1000年前左右，而它的分布范围几乎完美贴合当年蒙古帝国的版图。研究者由此推断，这条 Y 染色体极有可能来自成吉思汗或者他近亲的男性家族。我必须说明，成吉思汗的陵墓至今没有找到，我们没有他本人的 DNA 直接比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基于统计学的科学推论，学界也一直在讨论。但不管最终定论如何，一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：什么样的历史能让一个家族的基因扩散到这种规模？答案就藏在蒙古帝国的扩张里。我们总说蒙古帝国很大，但到底有多大？鼎盛时期，它控制的陆地面积大约是2400万平方公里。什么概念？今天中国大约960万平方公里，蒙古帝国差不多是2个半中国那么大。从朝鲜半岛往西，经过中国北方、中亚、伊朗、伊拉克，一直延伸到欧洲匈牙利边境，整片土地连成一片，没有间断。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连续陆地帝国。大英帝国总面积虽然更大，但那是散落在全球的殖民地，中间隔着大海。蒙古帝国是整块连在一起的，意味着人、马匹、货物甚至基因可以从东亚一路畅通无阻流动到东欧。而成吉思汗从1206年统一蒙古之后，扩张速度快得惊人，灭西夏，重创金国，西征花剌子模。他的儿子窝阔台灭金，拔都打进欧洲，序列兀攻陷巴格达，忽必烈统一南宋。不到100年，一个草原部落建成了人类史上扩张最疯狂的帝国。但版图的背后是无数人的代价。提到蒙古征服，绕不开一个沉重的话题：大规模的屠城与人口锐减。这不是传说，波斯、中亚、中国的多方史料都有记载。尤其是西征花剌子模时，多个大城市遭到毁灭性打击。古代的数字往往夸张不统一，我们不能精确说死是几千万还是几亿，但学界共识非常明确，从中国北方到中亚、西亚，很多地区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原因不只是战场杀戮，更有饥荒、瘟疫、农田废弃、灌溉系统被毁、城市被夷平。对中国来说，冲击尤其明显。金国统治的北方地区，人口在蒙古入侵前后出现巨大落差。南宋被征服的过程中，南方人口也大幅下降。北方大片农田被改成牧场，城市经济崩溃，恢复花了整整几代人的时间。但如果你只看到破坏，那你还没看懂这个帝国的复杂性。蒙古帝国最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一边毁灭，一边也在连接世界。帝国稳定之后，出现了一段被称为蒙古和平的时期。整个欧亚大陆在同一套秩序下，商路变得空前安全，丝绸之路重新活跃，东西方交流达到一个小高峰。马可波罗能从威尼斯一路走到元大都，就是沾了这个时代的光。蒙古还建立了覆盖整个帝国的驿站系统，信息和物资传递效率极高。忽必烈推行的纸币在当时世界上也相当超前。但我们必须清醒，这些积极后果是建立在数千万人死亡、无数文明被毁的基础上的。不能因为后来有了贸易繁荣，就洗白前面的暴力与灾难。历史的两面都要同时看见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同一个成吉思汗在不同地方完全是3个人。在蒙古国，他是国父，机场叫成吉思汗机场，最大面额纸币印着他，市中心立着巨大铜像。
在蒙古人的叙事里，他统一草原、创制文字、颁布法典、大扎撒，是民族的缔造者；但在中亚和伊朗，他是文明毁灭者。1258年，巴格达陷落，阿拔斯王朝灭亡，图书馆被烧，学术中心彻底中断。很多学者认为，那之后中东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，衰退持续了几百年。而在中国，评价最复杂。元朝被纳入24史，是正统王朝之一，但元朝的四等人制度又留下了深刻的民族矛盾与历史伤痕。它既是统一中国的王朝开创者，也是带来巨大破坏的外来征服者。同一个人，三种记忆，这恰恰说明历史从来都是由视角决定的。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，如果当年铁木真没有统一蒙古，蒙古帝国从未出现，世界会怎样？第一，花剌子模帝国可能继续强盛，伊斯兰世界的学术黄金时代会延续更久。第二，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不会遭受毁灭性打击，金国与南宋可能长期对峙，人口轨迹完全不同。第三，没有蒙古和平打通欧亚，东西方交流可能大幅推迟，欧洲了解东方也许要等到大航海时代。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的文明格局、国家分布，甚至人群的基因构成都会完全不一样。历史不能重来，但这个假设能让我们看清一件事：成吉思汗对世界的影响远比课本上几行字要深远得多。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他的 Y 染色体能扩散到1600万男性？逻辑其实非常直白。第一，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是帝国顶层统治者，拥有最高地位、最多资源和大量配偶。第二，他的儿子、孙子分封在各个汗国，从东亚到东欧，持续几代掌权，一直保持生殖优势。第三，帝国版图足够大，后代散落在广阔区域，基因随之扩散。高位权力呈多代延续，呈超广地理分布，等于一条 Y 染色体在800年间扩散到上千万人。这不是基因有多优秀，这是权力改写了人类遗传史。最后用3句话总结今天的内容：第一，成吉思汗的基因能传遍亚洲，靠的不是进化优势，而是权力带来的极端生殖优势。第二，蒙古帝国是一个极致矛盾的存在，它摧毁文明，也连接世界。第三，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文化里可以是英雄、屠夫或是复杂的符号，没有唯一标准答案。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，一个人可以是民族之父，也可以是灾难源头，可以毁灭城市，也可以改变人类基因的走向。这就是历史最真实也最残酷的样子。现在我想问问你，提到成吉思汗，你第一印象是什么？ A. 基因传播最广的征服者， B. 连接东西方的帝国缔造者， C. 带来巨大人道灾难的统治者。直接把 A、B、C 打在评论区，我会一条条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把历史、科学、全球视角放在一起讲的深度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做更多颠覆常识又足够严谨的历史与科普视频。我们下期见。